们期待了许久的辉宝复仇计划，却被宋三岁中途手机没电给耽误了。宋三岁在文字描述中表示，瑞宝和辉宝这次的疫苗接种很顺利，而且都很勇敢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。主要原因，这次人员配备的很是齐全，2个爷爷都在，外加爱宝乐园的兽医前辈都来了。图片中这位戴眼镜的兽医小哥哥，是当时爱宝和乐宝刚来韩国时就在的。对于爱宝和乐宝来韩国的各种体检，以及到爱宝怀福宝时的激素检查和各项怀孕体征检测，都是由其来完成的。专业的人员配备让辉宝还没回忆起上次挨打的事情，打疫苗就结束了。宋三岁负责在后面抱着，江爷爷负责在前面抓着小手，兽医只需要快准稳的打针就好了。而且宋三岁还准备了充分的小苹果，所以辉宝根本没机会复仇。这与姨姨们想象中辉宝报仇的画面截然不同，而正确的故事发展方向应该是辉宝早早的坐在门口等待着，谁阻拦都不行，谁过来劝架就连他一起咬。辉宝就这样坐在门口，时刻观察着上次给自己打针的兽医的动静，等其一进来就趁其不备咬他大腿。姨母或是爷爷过来劝架根本不管用，辉宝牢牢地抱着兽医的大腿，直接不让其走。等他走时，辉宝再补上一巴掌，让其再次知道辉大王不是好惹。而圣熙阿姨就在旁边好言相劝，让辉宝消消气，表示兽医小哥哥已经认识到了错误，也受到了你的惩罚了，这样辉宝的复仇计划才算完美完成。瑞宝的背上惊现一只不速之客，是一只螳螂。瑞宝看了都吓坏了，眼睛瞪得溜圆。瑞宝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生物。宋三岁在一旁警告螳螂赶紧下来，不然爱宝一个翻身，你的小命不保。螳螂的事情刚结束，这时又飞来一只蚂蚱，停在了爱宝的身上，而且这个蚂蚱似乎是赖上爱宝了，趴在爱宝身上根本不想走了。爱宝从小亭子上吃完竹子后，走到饮水盆前喝水，这一路上蚂蚱都没有任何反应。爱宝喝完水后又去到了小木床上，蚂蚱这时还没走，甚至还给自己换了更舒服的位置。这只蚂蚱真是一点也不拿自己当外人。爱宝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时，辉宝走了过来。辉宝来到小亭子上后，没有和妈妈抢胡萝卜，而是先给自己的地盘做了标记。辉宝越来越有大孩子的模样了。而这时爱宝身上的蚂蚱还没飞走，这只小蚂蚱爬到了爱宝的耳朵上，它真是粘在爱宝身上了。辉宝做完标记后去到小滑梯上，这时蚂蚱为了不让辉宝发现自己，也在悄悄地给自己更换着位置。显然辉宝真的没有发现。辉宝在滑梯平台上趴了下来，近距离观赏妈妈的沉浸式吃播。不过辉宝看着看着画风就变了，妈妈在小木床上打了起来，而这时的蚂蚱也不见了，不知是看到爱宝和辉宝之架势吓得跑走了，还是被爱宝压扁了。爱宝陪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去了室外园区，而在爱宝离开的时间里，则由圣熙阿姨来带娃。姐妹俩看到圣熙阿姨来了，都来到圣熙阿姨身边。瑞宝、辉宝知道圣熙阿姨手里肯定有小零食，圣熙阿姨让姐妹俩等一会儿，自己先把竹子收拾一下。而圣熙阿姨也没辜负姐妹俩的期望，等再回来时，就给姐妹俩带来了插满小零食的竹子。姐妹俩见到小零食后就开心了。辉宝面对着姨姨们乖乖坐好，瑞宝则是手搭在护栏上斜坐着，这潇洒的坐姿不知道是何时。宋三岁又来送小苹果了，只不过宋三岁的敲门声不够大。此时的爱宝但是宋三岁的手已经快敲肿了。今天下午时，辉宝自己独担保家的营业任务，宋三岁为此给辉宝准备了许多鲜嫩的竹子，这铺满床的竹子简直就像是个竹子毛毯。而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此时瑞宝正在树上睡觉，爱宝正在小亭子上睡觉，而连乐宝都趴在他的木架上睡觉，只有辉宝是醒着的。辉宝感觉自己此时压力颇大，辉宝时不时的看向通道门口，想着爷爷什么时候来开门，自己好回家。辉宝从来没有这么期望过下班，辉宝都坐不住了，走下了小亭子，想着这时候还能玩点什么。辉宝在园区转了一圈，最后还是来到了妈妈身边。辉宝挤在妈妈身边，感受着妈妈的温暖。小孩没有安全感了，都爱找妈妈，辉宝也一样。好在这时宋三岁来了，宋三岁给通道门打开了，辉宝终于盼来了下班。辉宝赶紧爬下小亭子，迈着自己那修长的土豆腿往家跑去。而爱宝和瑞宝这里对于刚才辉宝回家的声音根本没有任何反应。爱宝、瑞宝，这要是不行，宋三岁今晚怕是要在园区留宿了。宋三岁这时走来园区，拿来一块小苹果，顺便给爱宝敲了敲门，提醒爱宝该回家了。宋三岁也不傻，敲完门赶紧就跑了。宋三岁怕爱宝有起床气，反手给宋三岁一脑门，但宋三岁这套流程下来，爱宝和瑞宝没有一个动弹的，反而是乐宝这里起来了。
姨姨们眼看乐宝醒了，手机统一调转方向，齐刷刷的对准了乐宝。不过很多姨姨怕爱宝这时也醒了，所以时不时的还会回头看。虽然身体在乐宝这边，但心还在瑞宝和爱宝身上。而乐宝醒后也迟迟没有要回家的意思，一直坐在木架上看着对面的爱宝和瑞宝，想必是在等他们醒来一起回家。瑞宝从小就学会了爸爸的双臂大回旋，精彩程度一点也不输乐宝。灵活的瑞宝在小木床与扶手之间反复横跳。昨天是瑞宝和辉宝第一次在室外园区营业，而瑞宝和辉宝的性格也开始呈现。辉宝今天则很是乖巧，一改往日在房间里欺负姐姐的形象，反而是当姐姐的瑞宝今天总是在缠着妹妹，让妹妹和自己一起玩耍。瑞宝给辉宝堵在小木床的缝隙里，让妹妹趴好了。辉宝是想踩着妹妹身体爬到滑梯上，结果瑞宝非但没有爬到滑梯上，反而还从小木床上摔了下去，一个大屁股蹲，结结实实的摔在地上。不过瑞宝很快又爬了起来，表示自己没事儿，还可以继续玩耍。瑞宝今天很是调皮。一会儿，爱宝在小亭子上吃完竹子后，来到了小木床旁的滑梯上陪姐妹俩。此时，瑞宝看到妈妈在滑梯上，自己也想要爬上去。爱宝俯下身，鼓励着瑞宝，让其大胆放心往上爬，表示有妈妈在，让其不要害怕。瑞宝抱着大树卖力的不断尝试，瑞宝没有爬上去，反而次次因为用力过猛，失去重心不断摔倒，而爱宝就这样一直弯着腰陪着瑞宝。瑞宝尝试了一会儿，发现了妈妈掉落在地上的竹子，瑞宝瞬间转移了注意力，而爱宝这里也一样没有再继续看着瑞宝了。刚才母爱的画面一转，爱宝从滑梯上下来，来到小木床上，抱着扶手啃了起来，在室内憋了半年之久，这一下终于可以得到释放了。爱宝抱着扶手不断啃咬，玩开心了，还在扶手上蹭来蹭去。瑞宝被妈妈的这一操作震惊了，心想妈妈以前也不这样呀，妈妈是不是疯了？瑞宝的小眼神里全是内容。瑞宝走上前，让妈妈不要再啃了，再啃爷爷该生气了。而辉宝此时早已坐在门口等待下班了。没想到辉宝刚上班第一天就感觉到了疲惫，亦或是今天第一次上班，对周围的环境还有点生疏。等过几天熟悉一些，想必就会活泼很多。因为瑞宝和辉宝在室内的时间里，福宝一直在室外。为了让福宝回室内休息休息，爷爷让爱宝和姐妹俩在室内玩了一个上午后，便让其先回家了。当其回家后，爷爷拿来工具为福宝收拾园区，保证一会儿福宝来到园区时，园区依旧是新的才行。爷爷四处观察，检查得很是详细。宋爷爷还细节地对通道门口的青团进行了清理，防止福宝闻到气味后吃醋有小情绪。而此时福宝已经坐在通道门口，等不及的想要回去了。姨姨们终于再次看到福宝不需要爷爷哄，也会主动要求回室内的样子了。爷爷收拾完后给福宝把门打开，因为这天排队的人很多。姨姨再次回来时，福宝已经在树上睡着了，宋爷爷喊都喊不醒的那种。宋爷爷在园区为福宝收拾着刚才吃剩的竹子，宋爷爷还给姨姨们上了个才艺，横跳独木桥。而福宝这里只有等待他自然睡醒后才能让其回家。爷爷已经给通道门打开了，还为福宝准备好了胡萝卜，静等福宝醒来。